我自己会有6项蛮介意的东西，它其实不会太占空间。272公克大概是什么概念呢？你看它轻轻一推，它豆腐头就可以分开。我们只要对好卡榫，就可以轻松的变成各国的转接头，搭起来效果真的有差哎，所以补光还是蛮重要的。我就这样。大家好，我是 Seven。相信跟我们一样爱旅游的大家，对于一颗行动电源的挑选是有一定的坚持的吧？那我今天就有收到一颗新的行动电源，来跟大家一起开箱。这颗行动电源的话是 Torii 的 Solar 太能充，同时一起贩售的还有 Nuna 月光充。行动电源的挑选的话，我自己会有6项蛮介意的东西。第一个是重量，第二个是大小，第3个是充的次数，第4个是充的速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会不会过热啊，以及它过电之后还会不会继续充这件事情。那第一个重量的话呢，我觉得我会把它排在第一个，是因为我是一个有点懒惰的人，有时候如果重量太重的话，我根本就不想要把它带出门，所以重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有带一个称重器，我们来看一下 Solar 太能充它的重量。Hello， 那我们现在先把它清零。我们来看 Solar 太能充，它的重量是272.9公克。272公克大概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是我的 iPhone 16 Pro， 然后有带壳的。我们来放下去看它是多少公克。它大概是264公克，跟刚刚的273大概差了9公克。就可以先在家里先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其实就跟手机一样。再来的话是它的大小，它的大小的话呢，就差不多跟一个正常的零钱包大一点点，可以看一下它重叠的地方，稍微大一点点而已。那厚度的话也跟零钱包装了一些钞票跟零钱之后的大小的厚度差不多，所以它其实放在包包里面并不会很占位置。我们来量一下它的尺寸，可以看一下它大概才12公分，7公分宽左右。那有的时候我们出门不想要带太多东西，就只想要带一个小包包的话，它其实放进去都还蛮绰绰有余的。都是黑色，大家是不是看不到？但大概可以看出它其实不会太占空间。再来的话就是充电速度，充电速度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充没几下就可能要拿起来用了，所以它能快速回电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Solar 太能充是有支援 PT 快充跟 QC 快充，那我们等一下直接来充我的手机，大概充电充到满的话大概是多少时间？我们可以看它充完1次电之后，它还会剩下几%的电，那我们可以再充几次，我们等一下就会一起来实测。然后充电时候手机的温度，以及到了一定的电量之后，是不是还会再继续充？因为像 iPhone 的话，它现在16这边已经可以自己调整，要充到几%的电就不要再充这件事情。那我现在的话都是设定在80%就不再充。可是我有发现有一些设备，我就是即使我设定了80%，那80%到了之后，它还是会继续往前冲。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测试看看它是不是有办法停在80%就好了。我觉得 Solar 太能充还有一个很值得推荐的地方是它的豆腐头是可以分离的，你看它轻轻一推，它豆腐头就可以分开，而且它是支援35瓦的充电量，所以我是充笔电啊或者是 iPad 都非常方便，很适合出差常常出差的人，就是可以充任何的东西。其实有直接带插座的充电器在市面上已经算蛮常见的，可是可以分离这一点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蛮推荐的，是一个蛮细节的想法。分离除了可以支援其他的充电功能以外，它的体积跟重量也会稍微再减轻，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另外，它的豆腐头除了可以分离之外，它还有转接头的功能，我觉得这点真的相当的贴心。我们只要对好卡榫，就可以轻松的变成各国的转接头。这个的话是欧规的转接头，那如果要拿掉的话，这里有一个卡榫点，你把它压下去，再把它推出来，就可以轻松的分离了。然后另外一个是英规的转接头，一样也是卡榫对准之后，
放进去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因为像我们这次在杜拜旅行的时候，当地的饭店基本上是都没有万国转接头的，所以都要自己带。那我们朋友就是刚好没有带到，那时候我们为了要拿转接头，其实花费了一些时间，而且临时要买转接头，其实蛮容易买到蛮贵的转接头，所以。它这个行动电源直接就有附转接头的功能，我觉得相当的贴心。插播一下，大家有追踪我们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来追踪哦！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或者是按赞跟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它可以同时充6项产品诶，你看这边的话是一个无线充的功能，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Type C 的线，以及 Lightning 的线，这样的话就有3个。加上它这里自己还有输出一个 USB 以及 Type C 的口，然后还有加上刚刚这个可以分离的这样，所以它这个设备啊，总共可以充1、2、3、4、5、6个设备，真的是超级节省空间，超方便的。有无线充也有有线充，真的很重要因为像我现在是 iPhone 16，它是可以无线充的。那我还在 iPhone 11的话，其实它就没有磁吸的功能，没有 MagSafe 的功能，所以就它必须还是要用有线的方式。然后你知道 iPhone 11其实它很耐用，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跟我一样，还是保有 iPhone 11。要不是我被相机画素等等的吸引的话，我真的会继续用我的 iPhone 11，可能就是一个节俭的小织女。然后它就是也有支援不同的 USB 跟 Type C 的孔洞，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是有点像是转换期，虽然已经很多都是 Type C， 可是很多还是会使用 USB， 这个的话是不能省去。那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支架的功能。它后面有个铝合金的支架，所以想要追剧啊，或者是一边充电的时候，其实都还可以继续使用。可以看一下，有支架真的很方便，像有时候一边充电还可以一边追剧，都不用拿起来，非常适合我们这种懒人。那它的容量的话是有1万毫安培的容量，所以我们等下就来直接充看看。我等下会用无线充的方式来充它。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那可以看一下我的手机的话，现在是4点45分，然后我的手机是26%。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电池的方式，因为我最近也是刚换手机，然后我就很珍惜我的新手机，希望它的电池可以好好的维持住。那我有发现人家就是有推崇说20-80%的充电法，就是你的电池电量不要超过20，至少20的时候就要赶快再充电，然后充电的话不要充超过80%，就是所以因为我以前都会习惯把它充满。那现在的话，我就会练习自己不要有这么电池焦虑，只充到80%就可以暂停。那我们 iPhone 的新的 iPhone 以及我知道 Android 其他系统都可以设定为就是80%就可以不要再充了。那我们等下就来用看看无线充电的方法来充手机，然后看它会不会到80%体，以及充到26%充到80%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开始，它其实还蛮稳的哎。你看我就是吸住之后，它就基本上怎么甩是不会动的。可以看一下现在充电中26%，然后我们这边 Solar 自己的话是100%，我们就把它放着开始充电。那我们现在在使用 Solar 太能充电的同时呢，我们来介绍 Luna 月光充。Luna 月光充的话，我一开始以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补光灯，结果之后发现它其实也有行动电源的功能诶。它这样的话非常的小巧，我拿出了尺，大概是7公分，7乘8公分的一个尺寸，然后厚度的话大概是1.8公分左右，所以它其实还蛮小的。继续跟我的新零钱包比，它比零钱包还要短一点点，然后厚度就跟零钱包差不多，所以它携带的话也是蛮方便的。这个的话，它就是有5000毫安培的容量，所以它比 Solar 太能充还要再轻巧，方便携带。另外，补光灯的功能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哎，像我们有时候出国玩都会玩一整天，到了晚上的时候真的没有光，会拍起来什么都看不到。如果用手机的闪光灯，有时候又会太死白，那我们就很需要用到补光灯。那我们来看一下 Luna 月光充的话，
它的补光灯功能是有3段式的，可以做调整，可以依你的需求去选择。我现在是把灯关起来会比较明显，那大家等我一下。可以看得到，如果没有光的话是这样子，那如果有打光的话，你看我另外一边，脸就亮起来了。那这个的话是黄光，看得到吗？黄光的效果。然后这个的话是白黄光的效果，这个效果就会更亮一点。你们可以看到我手这边是白黄光的，然后再一个再亮一点的话是白光的效果，可以看到更白一点。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它就一样，就是按这侧边，它就可以调节不同的色温。我觉得还蛮方便的，这样可以找到我。哦，好像真的有差哎。所以出国玩的时候，有时候有这个补光灯真的蛮有效的。另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再把灯打开，等我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的配件，它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手机夹的配件，它一样是对上这个卡榫就可以放上去，然后它这个手机夹是可以转动的，可以360度转动，然后上下这样子，所以在需要拍摄的时候，在夹在这上面的话就很方便。就是不论是自拍啊，这样调整角度都很方便。有这个夹子真的很重要，是我之前其实自己有买过补光灯，可是我的补光灯是对于相机的，所以它是放在冷却座上面。可是它如果平常用在手机的话，就没办法使用。它有加这个手机夹，就方便很多。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有时候常常出国会需要用到补光灯的时候，就是2个人可能在架脚架的时候，结果那个它如果没有办法夹在其他地方的话呢，带了就等于没带一样，因为我没办法再腾出另外一个手来帮我们2个同时打光，所以我觉得有夹手机夹这一个功能，真的也是很贴心哎。那这边来继续介绍一下 Luna 的操作方式，它的话是，它是这样按一下的话是可以切换白光啊、黄光跟暖白光这样子。那如果是你在这个模式中，假如说我现在是黄光的模式，照我脸好像比较明显。黄光模式，如果你长按的话，有看到吗？它是有强弱变化的，它就是这个是更强，一样都是在黄光的模式下，所以就是按一下的话是切换色温，然后长压的话是切换它的灯光的强弱度，就还蛮方便的。推荐给大家，搭起来效果真的有差所以补光还是蛮重要的。目前Solar太能充跟 Luna 月光充在嘖嘖募资中哦，可以在下面说明栏找到购买链接，或者是在 Google 上面搜寻行动电源推荐加我就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介绍文章哦。那现在是4点55分，已经经过了10分钟，我们的充电量已经到了32%，然后它自己的电量是已经耗了4%左右。你的狗狗出现了，等下，你想要玩呢？它可以看到充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电量来到了45%，然后本身的电量，它有点没办法对焦。但它本身的电量来到了86%，我们再继续等下去看看。那现在已经充了1个小时了，现在是5点45分，电量来到了65%，然后它自身的电量是71%。我现在自己摸起来啊，就是行动电源本身以及我的手机都没有很烫就是温温的感觉而已。因为我之前有用有的行动电源，它充电的时候确实会蛮烫的。但其实如果像在家里呀，或不是在外面的需求的话，我蛮建议大家充电的时候也是把那个手机壳拿掉的，对于散热啊跟手机本身的保护效果都会更好。
那我现在是带壳充的方式，带壳充应该会再久一点点。如果是拔掉手机壳，应该会再快一点点。但我们现在就模拟大家可能在外面的时候，还是带着手机壳的状态来无线充。那再等我一下咯。哦，我现在回来了。现在我的手机已经充到80%，现在是6点12分，等于说1个半小时内就从20%、26%充到80%，然后它现在自己本身剩下60%的电量。还算快速哎，我记得我用那个线充，原厂的线充的话，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然后而且我现在是带壳充哦，然后又是正常充，没有开那个省电模式，所以如果在外面的话，你可能开省电模式会再更快一点，蛮 OK 的这个速度。再充个10分钟，看它会不会充过80%，就表示它没有那个过电的。它没有那个保护的机制，那我们来看看它会不会就是停在80%就好。那我现在回来了，现在是6点29分，可以看到我们的电量还是维持在80%这边，然后它自己电量是59，所以它是可以停在这边没问题的。那现在的话，我们要派出我的另外一只手机。iPhone 10现在是7点07分，它一样是现在是25%，所以我们再充第2次。充电中，然后现在本身是59%的电力。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一只手机25%充到80%要花多久，然后会花掉多少的电量？那等一下就回来哦。现在是8点10分，因为我这只手机没有那个控制80%暂停，所以现在已经充到85%了。所以第2只手机现在这个是还剩下36的电量，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充3次循环差不多。看来这一个行动电源之后真的会成为我的新欢，它还蛮方便的，就是我觉得它无论是好携带度啊，然后它的应变能力，那个可以拆开的方式啊等等的，都很不错，而且就是有别于现在一般市面上的行动电源，所以推荐给大家，好用。